好，大家周中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天的一个观察和走势。那么呢，首先是进入我们的一个读报的这个环节。那么今天呢，读报互砍啊，那么大家可以呢结合走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近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债走势非常弱，国债走势非常非常弱。那么我们看到市场上其实是对美联储的这个反应。讲话终于是有一点反应。那么市场我们说过，美联储的态度没有一个本质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它无非就是一个看着这个空头太多，有揍这个空头的意思，就是相当于傻钱太多，容易做。那么这一对的下跌呢，我们可以看看。那么今天呢，彭博社这个消息咱们可以看啊，就是说鲍威尔已经放弃了这种软着陆的这个消息。他呢 seek growth recession， 直接说，这说白了，这个放在台面上了，就是要经济不行来换取通货膨胀的一个降低。那么已经有点什么呢？已经是这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那实质上他们一直在这个嘴上一直说的都非常硬，那实际上他们本质上呢，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并没有做的那么硬啊。做那么硬，那只是这2天市场上对它进行了一个反应。那么市场反应说，那今天这个彭博社上讲的就是这个 soft landing 应该已经什么呢？已经结束。那么这个通胀啊，我个人倒也不觉得特别悲观，是因为通胀一定会下来。为什么呢？通胀它是 year over year 的。那我们今年看到的是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胀上来的呀？咱们是从这个今年的2月和3月开始。那么现在已经是9月了，那么都是跟去年的这个时间去相比，那你的通胀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你如果到达2023年的2月和3月和今年的这个相比，那这个通胀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很简单，你油价不可能，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增速，它的增速不可能持续那么的高。那么尽管价格可能还在上升，尽管我们的收入没有跟上，但是市场上仍然可以，就是在明年的时候，它这个增速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高，这是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判断。但是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它现在就是要什么呢？就要是把这个通胀给它狠狠的打下去。通胀要狠狠的打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说经济的好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经济上的这些数据也不构成美联储的这么一个参考。那么美联储的目标就是一个狠狠的揍这个通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国债的利息是在增加，同时我们也看到股指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弹机会那股指是一会儿我们会讲关于一个5分钟的一个走势已经离开下跌的一个离开段的形成，我们已经可以去期待一个5分钟级别的反弹，大约2到4天。那么5分钟这个级别反弹，我们该如何去抓？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来跟大家再分享。那么首先就是这个。好，另外一个消息这哥们儿MicroStrategy Michael Saylor 没有交个税。那么如果他的这个公司这个 MicroStrategy 如果没有交税，或者说他的很多的问题出来之后，他买了大量的这个比特币，如果他买了这些大量的比特币，如果造成这个他杠杆的这个崩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MicroStrategy 这个公司的这个代码 MSTR 那么如果比特币在这个地方崩塌，或者说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崩塌，加上这个公司必须强行卖比特币，那么会造成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新的一轮的下跌。我们看到这里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卖信号出来之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ABC， 这里是次高次高反弹的次高出来之后，现在呢这个有一买点，买点之后这里出来之后再次向下。那么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下跌的一个中继的这么一个形态，那么再向下的下跌，它如果真的是掼破了100甚至于掼破了123，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公司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我在读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公司所承担的这个风险很有可能，大家看2万多，它的成本应该是1万5左右，它可能这个公司就要有风险了。而比特币的现在这个形态上来看，大家知道这是个缓涨。很可能对一个急跌，大家看缓涨对的是一个急跌，缓涨呢很可能对一个急跌。
一旦对这种急跌，它的公司出现了一个清仓或者是 margin call，那么这个公司所面对的风险很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呢？很有可能是一个破产。所以如果这个公司选择破产的话，那么你可能比如说我就安排一个50块钱的 put， 那么小仓试一试也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投资价值了，所以就这样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来说就要规避，要小心。再来看一条新闻啊，说这个中国的现在的话就是property giants see fortunes diverge during crisis。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是绝对的寒冬。那么经济现在也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放缓吧。那么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的现在是这种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处理，我们应该非常关注，因为这个危机如果处理好了，那么很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软着陆。但是如果这个经济没有搞好，那么造成的话就是坏账，银行的坏账暴增，或者造成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崩盘，那么引发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跟美国的居民相比中国的居民所持有的大部分资产其实都是房地产。那么如果房地产一下这个价格崩塌了，或者说跌的特别厉害，没有买盘，这也是房地产的一个特点，就是房地产如果是个泡沫的话，它会迅速的崩塌。那这个崩塌呢，是因为没有买盘和它流动性差，流动性差的产品就是特别容易你出不了手。就算你手里好多套房，你知道现在是个高价，你想卖，现在光有价格，它未必有这个市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坏账崩塌的话，那么引发的可能是一个第二轮的对全球市场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个贬值的过程是非常高。那么我们要就是非常的具体的或者说非常的关切中国的这个咱们说 property 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相信就是以国内的这个领导人的不能说智慧吧，或者他们的这个做事方式来说，不会放任不管，这是肯定的。就是具体能把它处理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还有一点是，这个跟体制、国家的体制，这个体制呢，可以不一定是制度，而是说质变或者质量的质，就是它的体制不一样。也就是说，国人对于房产的这个偏好程度是极高的。那么在处理这种房地产，如果是欧洲，那肯定就是欧债危机，或者说像美国的话，可能是次贷危机。但对于中国来说，老百姓可能不是那么愿意把房子真的扔出去即使出现了问题，会不会是能进行一个软着陆，或者是一些政策把这个问题进行拉长延缓这个问题爆发的这个力度，就是比如说是突然爆发，那整个经济崩塌，和我们慢慢的把问题消化掉，又是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面的国内也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出现疲软的这么一个处理的方法。好，我们再来看继续新闻。今天政治的新闻最多的就是董王被这个Department of Justice 是司法部吧，司法部这个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对董王进行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操作也太有意思了。这不是就是为什么呢？他不能在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操作呢？因为中期选举之前操作董王的这些文件和这个搞董王，那么会意味着团结共和党的选民。这点和美国选举和台湾或者说亚洲的选举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不同，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选举它是就是怎么说呢？投票率其实特别低。投票率特别低的话，其实你不能激怒任何一方，你把左派的呀，或者是少数裔啊，或者是右派啊，或者是这个教会的呀，或者是底层农民啊，你任何一个不能把他激怒了。激怒了之后呢，大量的人这个投票率一旦上来之后，它就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选举的这个走势。所以看到美国这个政治也是在这儿，这些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发展来说只有害没有利，就是因为这种无非就是政治上的这种操作那么操作董王的话，其实你觉得民主党如果这么做，对共和党其实是有利的，因为你这样的话是团结了，等于相当于团结了右派的这个选民。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了一个这个还确实是有点意思。那么这面呢，我们又看到了 investing 的话，这有一个叫 Jeremy Graham， 他们又说了一个什么呢？说了 Super Bubble in stock has yet to bust 那么又开始这个哥们就是出来相当于吓唬人吧又是要 Super Bubble。等于说这个 Super Bubble 的话这个是
就是说这个 super bubble，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话语或这样的新闻看的有点太多了，什么时候都会有人说这是 super bubble。而我们真正评价一个股市、评价一个市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体系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所谓的 super bubble 啊。那么technology 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对高通有一个负面的消息，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偏弱，高通的整个的这个走势还可以。那我们来看一眼高通的这个走势啊。高通的这个走势，昨天的这个其实还有点收绿了，但今天呢，这个走势是偏弱。那我觉得高通在这个位置上不能急于进，我觉得很可能要测这个低点甚至于走这个低点更低。所以说高通的这个位置上需要一个小心需要小心。那确实接近线有官司，那么整个的趋势在141之下都是弱势141之下就是弱势，所以我的买点就是140。翻上去之后咱们再做没必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这个提前的一个判断。我们呢再看一下板块因为如果就是半导体板块翻上去之后，那有非常大的一个路非常长的一条路可以走，根本不用着急说就在乎这一时之得失。那么整个半导体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一个趋势线的一个突破，趋势线突破以后这是不叫回踩，这个回踩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回踩太多，所以我们这个位置上其实是偏弱的高通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负面的消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负面消息之后呢，我觉得应该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太过于的这个着急。好，那回到《华尔街日报》上，我今天没有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做法吧，特别有意思的这些。那么整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经济上的一个困局。那么经济上这个困局只会 getting worse， 就是变得更差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股市和咱们说的这个经济其实是一种脱钩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就事论事，然后看到资金的收紧或者看到走势偏弱，我们就是设好我们的止损点做好我们的交易即可或者说找到我们的优质资产进行持有那么今天这个读报呢，先读到这里，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技术分析环节。好，我们另外看一个消息就是 Sentiment Trader 今天的一个总结是 The worst IPO market in 37 years。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的。我们20年、21年是那个SPAC IPO 这种疯狂的火热火爆的这个行情，代表的就是行情的一种尾声。那么这个现在就进入了一个什么呢？寒冬，就说明市场融资非常困难。那么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那肯定 IPO 就非常少了。那么往往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代表的是市场的底部或相对底部。那么这种所谓的底部，它是以周和月线来看的，那么就不代表说你能抓到最低，但是呢，以年为代表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对，我们可以判断，就是从宏观上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市场上现在看出来是一个冷淡的这么一个机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肉菜主要是看了周线还没有走完，但月线上今天是收了一个比较差的月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给大家上的肉菜是对于5分钟的走势这么一个拆解那么5分钟上，大家看到5分钟已经走了将近这一波下跌已经走了很多天了，从这个8月中开始，也就走了将近半个月。那半个月的这个5分钟走势，我们来拆解一下。大家看5分钟走势5分钟走势下跌之后形成了盘整区，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离开段，我们看到这是离开之段，这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横盘或者中枢，那么这里面形成了整个走势的一个第二个中枢，那么这个第二中枢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反弹，而且形成了一个圆弧底，但是在缺口这个位置没有补上就直接再下来，而且当天大家知道这个下跌是非常厉害，这里不是中枢，这里直接一个小反弹之后就是走出了这样一个新的中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5分钟的走势，我们看到了一共是三个，第一个盘整区，这是一个次级别的，我们称之为什么小 A， 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这里是次级别的小 B， 那么这里是三个。好，那么既然有了三个这个中枢的走势之后，这里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就是个非常强的趋势了。那么这是1，这是2，那么这是3，那么3个走势突破下来之后，画大了画大了。那么这里3个走势之后，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强的一个趋势，强的趋势我们
走了3个中枢之后，它在这个位置上就容易形成第一类的买点，容易形成第一买点。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不能就是持有的空仓啊，该止盈就止盈，不用在这个地方留恋。那么我们从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目标所谓点位啊，我个人的交易其实并不是看点位的，大家是了解的。但是我在这里，如果你特别想看点位，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点位，大约在多少呢？大约在这个3900附近的这么一个点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时级别这里没有任何的买入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了这里是底部的，是有一个小的这么一个 RSI 的这种背离。它不是，就是这种 RSI 的背离，它是一个弱的这么一个，但是你看这个小时级别下来之后，它没有一个相应的反弹，所以5分钟就算跌破了以后，它的反弹应该是一个5分钟级别的反弹，5分钟级别的反弹，而且距离这个4C120特别远。如果它能真正打上去，那么这个地方啊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 ABC。那么如果它打不上去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是更长时间的这么一个下跌。那么更长时间的下跌的话，大家看，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盘着时间更久，甚至不排除说后面的低点比它这个低点还要低的这种一个可能。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它这个级别上的一个分析，5分钟级别的，如果一旦结束，我们就做一个5分钟级别的上涨。这个5分钟级别跌的结束，做5分钟级别上涨，我们只需要看5分钟的走势，我们不要去预测那么它所谓的这个力度。比如说5分钟级别这里反弹之后，它可能力度很弱，它很慢，它走成这样，也有可能它力度这5分钟级别很强啊，都可以。但是我们做的就是一个5分钟的这种走势的一个类型就可以了。但是从日线上来说看到啊，日线上标普的这个走势是一笔下来就是没有任何降速的问题，而 MACD 这里开口非常大，证明相对来说力度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小心谨慎。我们找的是5分钟级别的买。好，板块方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可能字太小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20天和5天都比较强的，就是 KWEB、FXI 就是中概。那么有没有增长变强的呢？变强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眼，5天内变强的板块那还是 FSI、KWEB，然后这个没有变强，要变强的这个就是垃圾债，这里不是，就是大麻板块啊变强啊。那么我们需要找到的就是这种变强的，而且5天内和2天内都比较强。那现在你可能能看到的，可能就是KWEB 的话，我们说了，中国现在是对这个房地产，它一定会有一些政策来刺激。那么现在就是中概的这些走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好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线啊，长期趋势线。那我这个趋势线可能是碰到了，其实是画在这儿的。那么我们一个趋势线，那么我们把它可能重新画一下吧。那么在这个趋势线上呢，我们在这个趋势线上可以看到，现在的话这个走势，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什么呢？本来是一个类似于 W 底的这么一个突破，但是假突破下来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可以画一条趋势线，那么就是这样，调整一下。那做一个趋势线下来之后，那么就有一个什么呢？这里就是一个对于趋势线的一个突破之后跌破再翻上来。那么这里呢，就是出现一个纠结的一个形态，那整体上来说，中概的相对强度是比这个美股要强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发现，其实找一些中概股的一些机会是完全可以的。我们来看一眼，就是今天的，比如说88这个地方走，那是你比如说像拼多多这个地方就是冲出去了，还有就我们看到那冲出去了。它这里就是一个12345的这么一个突破，这个 N 字形突破。那我们止损其实你要做的话，其实就是65这个止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中概股，我们看附图这种它信心指标还没有冲出去，那么就是说中概的这个整体上的走势现在是不弱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走势。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市场上关于这个这个叫什么核能现在的这个整个板块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个通胀能源危机它都会造成核能的这个增加。比如说我们 CCJ 然后还有的话是这个 DNN， 大家看这个形态都差不多大家可以自己去寻找你的核能里面
URA 吧，URA 对 URA Global 的核能的 ETF。那么整个这段时间是个比较强的走势，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体上小金属也好啊，还有就是能源也好的这个地方，现在是开始它的相对强度比指数要增加了，所以核能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那现在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主线，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耐心的等指数做贝塔指数的这个5分钟级别的这个机会。好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可以试用，大家到我们的 Discord 啊留言可以试用系统，同时呢用下面链接开户我们的附图，我们送大家3个月的简单操盘系统。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更新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